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148期的百问啊。首先呢，祝大家元旦快乐啊！这个应该现在大家正在休元旦这个假期啊，这个新年新气象啊，希望大家在2021年别的先不说啊，把口罩彻底摘掉。我觉得这应该是目前全球人民共同的这个愿望啊。OK， 其实从上个月底啊，这个从小米11开始，各家的这个新机潮呢就已经开始了。1月份呢也是不停歇啊，应该是会有3到4台新机的这个样子，还是比较多的。放心，我们都会为大家首发带来体验。第148期百问，看看哪些小伙伴都上电视了，提了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来自百味星光的小伙伴冰鱼货啊，小白你怎么看待小米不送充电头这个行为啊？有必要吗？其他厂商会不会之后也这样？好像三星这边也会不送充电器和数据线吧？这个暂时曝光的好像是这样啊。这个元旦结束之后呢，它就会开发布会啊。我个人觉得环保呢，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主题，但是呢，这件事情不应该由消费者来买单啊，或者说你可以由消费者来买单，那你的价格要拉开档位啊。就比如说我带这个充电头数据线的是多少钱，我不带充电头数据线的是多少钱，这个我有了，那我就可以不去买它啊，这个是 OK 的。至于小米的这种同价的这种做法呢，我相信肯定很多人是比较支持的啊，但是啊，也会碰到就比如说不太懂的人，或者说第三方的平台，在卖的时候，这个会发这个标准版不带充电器和数据线，在售后方面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有必要吗？这个环保啊，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肯定是有必要的，但是落点到这个手机上面，就看厂商这个做法是怎么样的了，之后厂商会不会跟进这样啊？这我还真不知道，看看国产厂商这边谁会第一个跟进。OK， 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巨龙，我看你们的视频说骁龙88的表现不如麒麟9000啊，怎么会这样呢？高通这是不行了吗？首先啊，我们特别说明一下，我们没有说骁龙888不如麒麟9000，只是我们前期测试的这些项目里边，个别项目骁龙888表现的是不如9000的，但是在性能的持续性输出上面，9000又是不如888的，这个是相互有胜负的啊。这个跑分方面，其实在后期调优了之后啊，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反复。我们觉得他们还是处在同一水平的这个处理器，但是这样也变相的说明，其实9000进步更大一些，因为之前啊9000都是不如同期这个骁龙的芯片，尤其是在 GPU 方面，但是现在这次在 GPU 方面跑分方面，第一次是超过了这个骁龙芯。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9000已经发布有一段时间了啊，这不管是调教啊，各方面的这个优化啊，已经时间比较久了。但是888这是首发实测，首发第一次啊，这个首发还是很重要的，因为1个月之后你再跑分，或者说你再体验，可能差别就比较大了啊。到时候我们会更新这个数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视频中忘了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打快板的这次小米11是比较响的啊。好，下一个是来自这个 B 站的小伙伴打雷呢小白，请问有啥5G 的小屏手机啊？华为或者荣耀的2500块钱以内，其他的都不是很在意，求翻啊。华为和荣耀这边呢，其实在2500元以内小屏这块啊，没有什么机型啊，比如说 P40，但是价格又比较贵啊。其实荣耀这边呢有一个荣耀30S，它是6.53英寸，但是也不算是特别小的了。然后它是4000毫安时的电池，40瓦的这个充电，但是这个机器啊相对来说要老一些，因为今年整个华为和荣耀系大家也都知道，你懂的原因是吧？芯片这块所以说他们的机器一直降价降的是比较慢因为他们的货比较少，所以说价格一直维持在高位。其实如果现在花这个价钱是不太合算的了，就已经你可以尝试看一下其他的手机，因为荣耀这边马上要开启他们新的征程了啊。第一个应该是 V40，应该是天玑的处理器，这个月就会为大家带来首发体验。好，下一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啊，这个森林小怪呀巨龙 Reno 5 Pro Plus 拿到了吗？就在这里啊，那个看配置和价格还是有点心动啊，要是拿到的话，下期给我们讲讲。首先说这个外观方面啊。我还是比较喜欢Reno 5 Pro Plus 这个机器，因为它做的比较窄，然后黑色方面呢做了那种精钻的工艺，然后质感方面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它的反光性呢是没有那么强了啊。你看这个 Reno 5这俩，这个黑色的还是显得低调了一些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的整机看起来更有质感一些。然后配置方面呢，我们给大家打出来啊，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865的一个旗舰的一个配置，主要就是在镜头方面，这次它首发了 1.56 英寸的这个大底的 MX766，这个是和索尼定制的一颗镜头，5000万像素的。就目前来看呢，
优化还有一些空间，但是表现确实也非常不错。因为其实 Reno 5 Pro Plus 它的存在感啊，尤其是在线上来说，相对来说低一些。因为你看是吧，它一发完，小米11就发了888，直接领先它一代，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要是你比较喜欢，比如说 ColorOS 这个系统啊，或者说比如说 OPPO Reno 系列这个颜值的话，这个机器性价比其实还挺高的。你看，在绿厂的超大杯上说性价比还是比较少见的啊。好，第5个问题是来自白冰星2的小伙伴林夕，小白女粉一枚啊，请问有没有日记或者笔记类的软件推荐？我想简单一点啊，最好是免费的。这个问题当然要交给我们白问的小编啊。这个我们这边呢推荐一个比较简单好上手的一个日记软件。再次声明，我们的软件推荐呢是不恰饭的啊，这个是纯我们自己用的，觉得不错的，风格呢也比较偏女生化一些，是吧？我的30万女粉在哪里？公屏上估计现在什么都没有。这个软件还是比较适合女孩子的，你可以在百问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日记这2个字获取下载链接。好，最后一个问题，第6个啊，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某门台小白啊，明明我感觉大多数人都喜欢直屏啊，为什么厂商还一个劲儿的发曲面屏呢？尤其是一些旗舰机型。哎呀，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小伙伴之前问过啊，我个人呢就是一个坚实的直屏支持者啊，我个人是不太喜欢曲面屏的，但是啊，确实曲面屏的旗舰是非常非常多啊。目前呢最好的这个曲面屏设计呢，其实我个人呢就是推荐三星的这种微曲面的这种设计，其实这个还稍微大一些啊，这个 S20 Ultra 上那种2.75D 吧，我们管它叫那个效果是我认为取舍方面做的最好的一个啊。曲面屏呢好处其实非常多，比如说它在线下购买的时候这个优势就非常大，因为你拿上手机的时候，这个曲面屏的这种未来感或者说这种手感划过边缘的这种感觉是特别容易引起你关注的。线下的销售呢也比较好吹，然后你出上手的这种感觉呢也特别的好，在线下啊这个曲面屏是优势非常大的。第二个就是它显得这个手机更加轻薄，因为两侧呢尤其是后背啊，你可以做成这种弧面的是吧？这个很简单啊，现在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前面是直屏的话，就会显得这手机比较厚，减薄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现在5G 时代本来这个手机就比较厚比较重了。然后还有就是目前整个在软硬件厂商这边啊，无论是算法呀，还是防务处的这个硬件，比如说小米11这次又加入了这种硬件级的这种防务处，防务处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这个优化已经非常 OK 了，所以说大家的接受程度呢也很高。OK， 这期问题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下期如果想让你的问题上电视的话，欢迎扫码关注我们的白明星公众号，这个可以把你的问题回复到后台，然后同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回复干货多屁话少这6个字，我们每期将会随机抽取一位小伙伴送出我们的科技数码礼物，比如蓝牙耳机啊，或者无线充电宝之类的。上期的中奖小伙伴就是他，赶紧私信我们的小编领取奖品。OK， 2021年的第1个月，也是农历新年的最后1个月，年前的啊。我们还是不停歇啊！我看了一下项目，这个手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新品体验也非常多，都会为大家如期带来的。赶紧订阅一下新人 UP 主啊！不关注点啊，不是干货多屁话少，白问我们第149期再见，拜拜。